大群猩猩正在树上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这时，一只猩猩走了过来，他做了一个手势，首领马上会意。他一声令下，所有猩猩马上行动。他们在树上高速移动，来到一处地方时，首领发出怒吼。原来他们是在捕捉野鹿，被惊吓的鹿群四处逃窜，猩猩也在后面急速追赶。他们逃到一处山坡时，大群猩猩前来围堵，但野鹿的速度极快，时不时击倒一只猩猩。小猩猩挥舞着绳索，扔向前方套住野鹿，野鹿摔下山坡晕倒在地。他们连忙下来准备捕捉，却发现树上的巨大爪印，肯定有体型庞大的野兽藏在附近。小猩猩下来准备收割，可这时一只巨大的棕熊出现了。猩猩在他面前是那么的渺小，他只能向同伴发出求救信号。附近的同伴听到声音，连忙开始赶过来。他以每秒100公里的时速奔跑。棕熊被秒杀掉。他们在收获野鹿的同时，也收获了棕熊，接着骑上马浩浩荡荡的回家去。这里是猩猩们的老巢，他们安营在丛林深处，里面住着成千上万只猩猩。这只猩猩正在教育幼崽，墙壁上写着英文字母，他明显是一名教师。他们的日子平淡无奇，安安静静的生活在此，直到有一天，2只小猩猩出来捕猎。接下来的事情打破他们的平静。男人抓起武器对着他们，由于惊吓过度，一个不注意扣动扳机，枪声惊动了营地的猩猩，小猩猩受伤倒地。男人被吓坏了，连忙喊来附近的同伴。赶来的男人看到此情形，也露出一脸的惊愕。这时，他们的麻烦来了，不计其数的猩猩汹涌而来，他们停留在周围的树上。首领发出信号，让大家暂时别动手，然后怒气冲冲望着人类。We don't mean any harm. 男人看出了问题，觉得他们并非普通野兽，于是让同伴放下武器，表示他们并没有敌意。这时，人们都惊呆了，没想到猩猩还会说话。大群猩猩围上去，对他们进行驱逐。他们被吓坏了，连忙拔腿就跑。由于跑得过于匆忙，掉下了一只包在这里。首领为了以防万一，指使手下跟上去，观察人类是否有其他行动。他们一路跟踪车辆，来到人类的领域。这时，车辆已经回到城市。一名男人走过来，他也算是城市的首脑，问他们是否已经完成任务。男人说，他们遇到一点麻烦，让他上车聊。接着在车上对他说出事情的经过。他一脸的惊讶，对他们说的话难以置信，怎么可能会有说话的猩猩？他接着说，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任务，要不整座城市都会陷入危机。男人说，只能回去另想对策。车辆开始进入城中，他们终于回到家。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比较偏僻的都市。这时，几只猩猩跟踪到此，他们观察着人类的建筑物，显得颇为好奇。他们回到自己的地盘，说出自己所看到的事物。这只猩猩是这里的二当家，除首领之外属他最强。他不断地煽动其他猩猩，让他们集体进攻人类的城市，好为受伤的同伴报仇。所有猩猩同仇敌忾，都认为必须给人类点颜色。这时，首领发话了，他说，如果跟人类展开战斗，有可能会失去一切。首领终究是首领，他必须为大家考虑后果。他继续说，虽然不会对人类发起进攻，但必须向他们展现自己的力量，让他们觉得猩猩不是那么好欺负。第二天，全体猩猩倾巢而出，浩浩荡荡地走进人类的都市。大群猩猩倾巢而出，走进人类的都市，他们都手持长矛缓缓前进，只有几名首领骑在马上。城市里面人心惶惶，人们还没遇见过这等事物。护卫队手持武器来到城门，他们被眼前的情形吓懵了。大群猩猩排着整齐的队列，犹如军队般覆盖在城外。城门慢慢打开，男人开始走出去，他叫马克。他认为猩猩如此大动干戈，肯定有什么特殊事情。他独自一人来到外面，想了解清楚眼前的事物，这样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。这时，猩猩首领走了出来。Do not want war, but will fight if we must. 原来他们在展现自己的实力。一只小猩猩走出来，将一只包袱扔出去，这就是前2天他们在森林里丢下的。Home, human, soul, do not come back. 这是首领发出的警告。人类与猩猩互不干扰，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地方。
如果再踏进猩猩的领域，他们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就这样，全体猩猩收队回巢。城市里面，所有人都惶惶不安。这时，首脑发话了，他安抚一下市民的情绪，说如果这些猩猩再来，城市有足够的枪支弹药可以防御。之后，首脑找到马克，他们都清楚城市面临着什么。原来，森林的后方有一处发电站，这是整座城市的能源，必须到那里进行维护。但现在有猩猩的阻挠，他们的处境成为一大难题。最后，马克决定前往猩猩的老巢，与他们的首领进行交流，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理解。第二天，几人驾驶汽车来到森林入口，马克让他们在车上等候，如果2个小时他还没出来，就让他们自行回家。紧接着，他独自一人走进森林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他找到猩猩的老巢。这时，身后出现一只猩猩，他看到有人闯进，立马仰天咆哮，这一声引出大批猩猩。紧接着，他就被扔到一处地方。这时，首领走了出来，他被强行压倒在地。没办法，面对众多猩猩的威胁，最后只能卑躬屈膝。他跟首领说，要带他们去一个地方，去到那里之后，一切都会全明白。所有猩猩都说他在撒谎，认为人类的话不可信，只有首领没有被兽性埋没。他们越过丛林，来到一处河堤，这里就是水力发电站，一座城市的能源所在。男人不断地解释道，他们要让这些机器恢复，要不然整座城市都会陷入黑暗。他看着首领的表情，接着走过来。Is any of this making any sense to you? The lights. 他很高兴首领能够理解，他向首领保证，绝对不会夺去猩猩的家园。紧接着，他们来到外面，男人说，猩猩同意让他们修复电站，唯一的条件是将枪支给他们。夜晚，猩猩拿着枪支在研究，他想知道里面是如何构造的。这时，二当家来到首领这里，说人类如果有了电，他们就会更危险。首领却认为人类已经走投无路，如果不同意，他们就会打上来。二当家表示这样更好，到时候可以一举歼灭人类。首领认为开战会死很多同胞，坚决和平相处。这时，二当家现出自己的伤口，原来他曾经被人类伤害过，这才导致他如此憎恨人类。另一边，几人搭起帐篷正在休息，男人担心夜晚会遭到袭击。马克说，如果他们要攻击，估计现在已经死翘了。第二天，二当家带领2名手下来到人类的城市，他们躲在一旁静静观察。这里是城市的军火库，下面一群人正在忙活。这时，他们听到不远处的枪声，几名猩猩赶了过来，原来是2名卫兵正在练习。二当家来到下面，看着大量的武器陷入惊慌。如果这些东西用来对付猩猩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Don't you move! Don't move! You understand me? 2名男人手持武器，对着这只巨大的猩猩，不明白他为何来到此。在他们眼里，这只猩猩危险至极。就在这时，猩猩跳起舞，卖起萌，这让2名男人放松警惕。You lost? Trying to get home? Come on! Get out of here, stupid monkey! 就这样，他迷惑了2名男人，安全离开了。他们连忙回到老巢，询问首领在哪。可小猩猩说他跟人类在一起。另一边，几人正在赶工，他们必须马上修理好电站，然后离开这里。这时，二当家来到了，他看到城市的军火库，更加憎恨人类。他一下子推倒男子，对他龇牙咧嘴。首领从一旁出现，他看到二当家如此进攻人类，这样会引发战争，而且他还埋怨首领帮助人类。Caesar love humans more than apes, more than your sons. 首领忍无可忍，于是将他扑倒，3两下就将他搞定。首领望着受伤的他，最后还是说了一句 Ape, not kill. 他就这样怒气冲冲地离开了。接着又来到人类的武器库，这是他们第2次见面，双方已经很熟了。2名男人也没过于防备，最后他抢掉男人的枪，毫不留情地解决掉2人。夜晚，他找到了首领，对着他就是一枪，首领立马掉进山坡。所有猩猩都惊慌失措，他将杀死首领的枪丢在原地，然后离开了。小猩猩捡起枪，认为是人类所为。几人看到此情形，马上开始逃走，再不离开就会被活活撕掉。这时，二当家出现了，他自己将首领干掉，然后嫁祸于人类，这是为了激起猩猩对人类的仇恨。既然首领已经阵亡，他就顺理成章地当上首领。他开始下令 Fight back! Come! Fight for Caesar! 全体猩猩向人类发起进攻，他
他们在武器库抢掉大批军火，分发给每只猩猩，然后集体进攻人类的城市。护卫队启用了坦克，瞬间解决掉一大片。但二当家勇猛无比，骑着战马冲向坦克，他纵身一跃跳了上来，3两下就解决掉枪手。拥有超高智慧的二当家驾驶坦克冲破城门，猩猩们彻底攻进城内。他们挟持了所有人，然后将他们囚禁起来。另一边，几人来到山坡下，找到了猩猩首领，没想到他还活着，于是将他搬上车，带回城里治疗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他的病情逐渐好转。曾经追随他的猩猩知道他并没有死亡，于是纷纷前来归附。他们都厌倦二当家的残暴，希望首领能继续统治。他们计划一番后，决定马上开始行动。另一边，大群猩猩占领了高塔，用这里来当栖身之处。二当家当然也在这里。他们从地下隧道经过，进入到城市里面，集体向高塔走去。首领慢慢向上爬，看他吃力的样子，明显伤势还没痊愈，但为了种族的安危，还是决定全力阻止。他来到上面，二当家看到他没有死，觉得非常可恨。他缓缓走过来，二当家也跳了出来。Caesar. Weak. Cobra. Weaker. 就这样，他们开始进行决斗。这是猩猩们的规矩，他们只追随最强大的那只，即使首领的伤还没有痊愈，但还是会全力一搏。这一战将决定谁来当首领。他们在塔上你追我赶，旁边的猩猩也跟着看戏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二当家彻底发疯，抓起机枪对同族进行扫射。首领看到此情形，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他用尽全力跳向二当家，他就这样从100层高塔摔下。首领终于胜利，他在同族那里重新树立威严，接着带领同族回归森林。就这样，这场人猿大战就此结束。